嘿，哦，嘿，大家好，我是一王，欢迎来到这期的开箱英文录。今天我们来开箱上手的是首发价格只要1700块钱，32×2000分辨率，12G 加256G SSD 的完整的一台笔记本啊，酷比魔方的 GTBook 13。酷比魔方这个品牌，以前玩过廉价国产平板的同学可能会比较熟悉。他们是从 MP3、MP4 起家啊，后来就开始生产入门款几百块到1-2000的平板电脑，安卓和 Windows 的都有。然后到了最近，他们终于连笔记本都开始做了。我曾经买过他们家2000块钱的 Core M 处理器的 Windows 平板，用的是初代的 Surface 的屏幕。啊，顺带一提，虽然那台机子质量还可以，直到今年卖掉的时候都没有坏。但是用完之后呢，我就对使用 Windows 系统的平板电脑彻底失去了兴趣。然后最近我就看到了这台笔记本的预售，虽然它的价格只要1700块钱，但是配置有一点惊人。赛扬 N5100 4核4线程的处理器入门款不太好，12GB LPDDR4 插双通道的内存，然后1700块钱的基础配置，它是256G 的固态。屏幕居然是13.5寸3000×2000的 IPS 屏不知道又捡了谁家的库存，然后还带5G 赫兹的 WiFi， 还附送 Windows 11家庭版。考虑到我之前买的没有内脏的笔记本 Nextbook它都要1000多块钱了，这台机子简直就好像是买屏幕送电脑。我也很感兴趣这种类似当年上网本定位的超级入门款笔记本电脑，实际使用起来体验如何做工行不行？还有赛扬 N5100的性能表现是怎么样的？能不能满足日常的使用需求？就立马下单回来了。另外，现在的笔记本 CPU 性能比起当年已经是大幅度提高了。这里面就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022年了，便宜到这个程度的电脑，能不能满足我们日常的基础办公需要呢？好，重点介绍完了，来开箱。我这个是顺丰寄过来的，然后它里面还有一层包装。看看这里面有张单，发货单型号，产品的外观 GTBook 13型号，3K HD Display 把这个卖点给它放出来了。这个配置是额外贴了一张纸在原本的上面，盒子原本底下应该是一些英文的描述，然后这里2片这个胶片给粘住了开出来看一下。怎么这个小品牌的笔记本这个包装好像比那些国际大品牌的还规整一些？充电器的 DC 供电，差评，还是这个万年的这个充电头。使用指南，居然还是多国语言哦，虽然非常简单就是了。这底下啥也木有，好，那么就是本体，笔记本。这玩意是塑料还是铝合金呢？有点像是铝合金的哦，到时候拆开来仔细看一下。不会吧，1700块钱的本子它还能用上铝合金外壳的吗？单手开启，这纸好小，不知道为什么触摸板上面有一张膜，不是很滑，一般般吧。屏幕上面有覆盖一层玻璃然后侧着光能看到上面有一堆小点点，非常规整的。这玩意该不会是触摸屏吧？不要吓我这个价格。开机，它好像是通电之后自动开机，然后我又把它关了。亮了。他们新的 logo看起来比酷比魔方好像是高大上那么一点。Just a moment。为啥默认是英语没反应吓到我了。好，开始进到系统了这个配置上确实是赛扬 N5100 12GB 双通道的内存，以及256G 的固态就是这个固态的牌子给到我一个不太好的预感。看了一下，没有预装什么管家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当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Microsoft 365的语言包给装了一堆这台机器莫非真的是出口转内销的？然后它还装了一个 Minecraft 的 Education Edition然后我试了一下，它居然真的是能玩的，并不是一个快捷方式。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台机器的外观，整体还是现在的轻薄本那一套，初看还过得去啊。看细节的话，就会发现廉价感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外壳摸上去像金属 ，AACD 面我用万用表测过了，都是能导电的，但看着就是塑料感满满。当然，它毕竟也就这个价格。笔记本的 A 面 logo 在左上角比较的简洁，转轴位置有脚垫，是硬的。 也是开盖后上盖会下沉，会将底部顶起来的设计，可以加强散热，减小屏幕下边框的厚度和增加键盘角度，加强手感，没啥问题。B 面有这台笔记本最大的卖点之一是3.5寸3000×2000分辨率的屏幕去屏库网查了一下，这样参数的面板只有一块是松下的，应该就是 Surface Book 的那一块面板。 Surface Book 就是微软那一台卖得很贵的，上半身是可以拆下来的平板，下半身是扩展坞高配版还带独显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我很久以前买过的那台酷比魔方的平板电脑，用的就是 Surface 的库存屏现在这台笔记本用 Surface Book 的屏幕也是正常操作。不过 Surface Book 毕竟都是16年的产品了这块面板除了分辨率以外，其他参数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不过 B 面的外观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四周的边框接近等宽上面还覆盖了一层玻璃，不看细节的话还是 OK 的。这块类似触屏但没有触屏功能的玻璃，它不是全贴合的，所以看上去就有一种大灰屏的感觉，而且它上面好像没有酥油层特别的吸灰尘和指纹。 最要命的是，这块玻璃和屏幕面板的中间夹了一块好像真的是灰尘的东西抠都抠不下来。等做完评测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可以退货了。（括号虽然等视频做出来早都过了7天了。）这块屏幕实测最大亮度接近400尼特，还可以。色域容积达到了100% sRGB， 但是覆盖只有95%，蓝色的部分缺了一块。 这块屏幕出厂无校准，同时因为色域的缺失，校准后最大delta E也只到3.4几日常使用没有问题。图像处理的话稍微勉强了一点，不过它的对比度可以上到1700:1，比常规 IPS 的1000出头要强这个倒是不错，看电影会比较舒服。黑白闪烁测试上升时间去到了18毫秒，勉强接近60帧的要求吧。 C 面外壳看着廉价，键盘看着廉价，触摸板看着和摁着都廉价，这笔记本实际上也是很廉价。键盘的键帽设计和按键手感都让我想起了低端的入门款巧克力键盘，上面的文字还是覆膜的，用久了会掉，但是方向键是完整的整个键盘的布局有点类似机械键盘84键的那种，对应的右 Shift 会短一点。 触摸板的面积还算可以，定位准确度也说得过去但是按下去之后，嘎吱嘎吱的响点击手感实在是不太舒服。C 面顶上这一排开孔里面应该就是喇叭音质嘛，声音开大之后会破音，真的就是听一个响。 嘿，大家好，我是蚁王，欢迎来到这新期的开箱英文录。今天我们来开箱上手的是搭载了 AMD 最新的6000U 系列处理器的轻薄本，而且音量拉满了也没有多大声音。机器的底部没有进风口不过转轴中间倒是有类似散热孔的东西，然后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盖子。和猜想的一样，这里面直接就是 M2 SSD 的插槽，还挺贴心的。 但是配的 SSD 好像不咋地，主控是群联的，没有缓存，颗粒是白片，而且这个封装我好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只能说又不是不能用，对吧？侧面的 I/O 接口基本上能满足日常的使用需要，还有 TF 卡槽，而且这一个迷你 HDMI 我也是蛮久没见过了。另外，虽然它原配的充电器是圆形 DC 接口，但是旁边的这个 USB-C 接口我试了，它也是能充电的。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台主机拆开来看一下放心，这一次我是有关机的。这么简单就打开了吗？底盖上面完全没有卡扣，然后正中间有一块大大的铜箔。内部这一整个结构跟我之前拆过的廉价平板电脑基本上差不多。 一眼看上去也没有发现风扇之类的主动散热设备，散热表现只能说非常值得期待。而且这个地方确定没有少一块导热胶垫吗？这次安全起见，拔个电池。这个电池能看出来是2块连在一起的，
总的容量是60瓦时。无线网卡是欧智通的6221C 啊，它实际上是螃蟹 RTL 8221C 的马甲，而且它是焊死的，普通用户自己更换不了。CPU 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然后下面能看到2个内存颗粒，去查了一下，发现单个就已经是6GB 容量了，2颗就能组成双通道12G 啊。当然性能怎么样就不好说了。这里还有2个听个响的喇叭，剩下就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分析的了，因为结构实在是太简单了，一目了然。接下来看看配置的细节 ，CPU 是 Jasper Lake 架构的赛扬 N5100，它算是 Intel 11代的产品啊，虽然是4核4线程，但它其实是以前 Atom 架构的延续啊，它还缺少 AVX 指令集，再加上 TDP 和最大睿频非常的低，性能是较弱的。内存在 CPU 在里面识别不出来，在 i.64 中虽然是显示为 LPDDR4 双通道4800频率，但因为颗粒数量太少了，性能实在不咋地，跟之前的 Intel Compute Card 卡片电脑里面的 LPDDR3 打得有来有回。SSD 的品牌是 Who-Disk 啊，第一次见这个牌子，是一个 SATA 协议的硬盘，性能就常规的带模拟 SLC 缓存的 SATA 接口 SSD 的水平，温度倒是挺低的，连续5次 64G 测试也才33度，反而建议就是别存太多重要资料啊，有钱就尽快换掉吧。NVMe 的 SSD 我也试过了，口径不一样，它怼不进去，你只能买 SATA 的。免得有人要杠，反过来它也是怼不进去的，防呆接口的位置不对。另外 PC Mark 10现代办公续航测试成绩只有8个半小时，明明电池看着还挺大的 ，CPU 功率也不高。好，来看一看在酷比魔方这台机器上面这一颗赛扬 N5100的实际性能发挥。在性能标准测试中 ，N5100的多核得分就和1240P 的单核得分差不多啊，单核表现还比7Y57这样的 Core M 处理器弱一点。10次23循环跑到最后有一点降频，这个散热器果然还是差了那么一点。3D Mark CPU 分和 i5 差距同样悬殊，只比7Y57强一些。吃单核的 Cross Mark 中表现又不如7Y57了，只有 i5 不到40%的得分。W Prime 不用说了，表现也不可能行到哪里去。N5100的核显部分同样羸弱啊，虽然说比起7Y57已经强了不少了，但起点实在太低，这些提升意义都变得不是很大了。实际游戏 CSGO 1080P 低画质勉强能达到30帧，撸啊撸 1080P 低画质打团差不多就30多40帧的水平，720P 勉强能玩玩吧。这台机器感觉还是适合玩假撸 game 多一点。然后是烤机测试，单烤双烤其实差不多，反正开始后1分钟不到 ，CPU 温度到80度之后就开始过热降频，连续烤20分钟，功率释放基本稳定在4.8瓦左右。热成像可以看到 CPU 所在的位置比较热 ，WASD 位置也能到40多度。测到现在，这台笔记本的 CPU 性能我们已经知道是相当之弱了，但是实际的日常软件的使用体验啊，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满足我们基本的上网和办公需求呢？日常使用中，开软件、开窗口之类的响应速度其实还是挺快的，毕竟 SATA SSD 它也是 SSD， 触摸板的体验就真的不太行，建议配鼠标。CPU 的占用很容易去到100%啊，不过这个时候也不会觉得太卡，就是有一些操作的响应时间会变得慢一点。接下来我们打开几个大文件，看一看办公的体验啊。首先是这个 Excel， 都是几 M、几十 M 这样的文件。再来一个 Excel， 都是数据量比较大的 Excel 表，加载要一点时间，但是加载完之后流畅度还可以。再开一个1000多页的 PPT。加载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加载完成之后进行一些基本的编辑，并不会太卡啊，干一点活还是可以的。再开一个 PSD 文件。
这是我很多年前画的一张雪屋的临摹啊，它是8000×6000像素的，然后非常多的图层。因为这幅画本来就是在 Core M 处理器的 Windows 平板电脑上面完成的，在这台电脑上面浏览编辑自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用旧版本一点的 Photoshop， 它还会更加的流畅。不过它虽然图层多，但是没有什么特效，所以我再开一个之前的直播的素材看一看。加载和操作都有一些慢啊，但它确实是可以编辑的，并没有卡到生活不能自理那种。因为它给到的内存够大，后台多开几个软件，只要它们不是同时吃 CPU 啊，问题就不算太大。不同软件之间切换好像也还行。好，来试一下在 B 站在线看带弹幕的 4K 视频的效果。今天我们来开箱上手的是只要2000多块钱的正经品牌的 4K 140赫兹的显示器。还是没有问题的，比较流畅。播着视频的时候，其他任务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再来试试影视飓风的 4K 120帧的演示片。首先，弹幕明显就已经发生卡顿了。视频一直在显示缓冲，明明进度条这已经有一段了。换成有线网络，等它缓冲一阵子，关掉弹幕之后还是勉强能看的。只能说，至少普通的 4K 视频它还是 hold 得住的。最后，我们来尝试一下加强它的散热，在 CPU 这里加一个导热胶垫让热量传导到整个后盖上，看一看它的性能表现会不会有提升。更大的面积可以使得热量更快的散发出去，但是有可能会导致电池的温度上升发生危险同学们不要随便学。改完散热后，再连续跑10次223，可以看到表现好了不少。之前最高只有1700，平均1500多分，现在最高接近1900，平均分1800因为 AM5100的性能比较弱，这10次跑下来超过了40分钟，说明散热还是比较稳定的。另外，为了防杠，专门说明一下，前面原装状态下的性能测试其实都是在拆解前测完的，只是为了满足大家好奇心，先把拆解放出来，和拆过 CPU 散热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是游戏表现 ，CSGO 从34帧上升到了40帧，从比例来看提升是挺高的，但同样还是基数太低的问题依然没有达到能玩的状态。撸啊撸之前的回放用不了了，所以重新打了一局，感觉打团从30多40帧提高到了比较多40帧，偶尔50帧这么一个状态吧。游戏体验的提升是有的，但感觉改装散热更多还是使得长时间工作时的性能发挥更稳定。再来一次挨打64 FPU 加甜甜圈双烤。刚开始时，因为 PR2 是8瓦，还是有一点过热降频。之后切换到 PR1 状态，就基本能稳住6瓦。CPU 温度也只有70度不到，比原装还是强了不少的。单卡 FPU 的话，因为发热比较集中 ，CPU 能上到78度，还是有一些过热降频。不过总功率还是能够接近6瓦。通过热成像可以看到，改装了散热之后，笔记本正面 WASD 位置的温度下降了好几度，背面 CPU 所在的位置变热了，去到了50度左右。厂家没有装这个导热胶垫，如果是故意的话，那就是考虑到了放在大腿上使用的情况了吧。电池位置只有37度其实还是挺凉快的。好，那么来到总结时间了。这台机器它的性能和细节做工确实不咋地但是它能满足一定的日常使用需求，而且它真的够便宜。当你需要的软件在安卓平板和 iPad 上面无法使用，一定要用 Windows 电脑去处理一些对性能要求不高的任务预算又不太够的时候，它还是值得考虑的。而且起码这台机器的屏幕还是过得去的，就是可能收到货时要仔细检查一下屏幕进灰这个问题，我好多年前买廉价平板的时候就已经碰到过了，到现在还没有改好。当然，如果你有更多的预算去购买至少是11代i3处理器的笔记本，使用体验应该还是要好上不少的。另外，1700块去买一台二手笔记本，它也是一个选择，不过就需要你对电脑硬件非常的熟悉，要小心不要买到有问题的机器。而这一个起码它有正规售后，保修期内坏了，你不用自己掏钱去整。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习惯钟声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宇王，下期见，拜拜。